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这是一个发生在东京的恐怖故事，主角是一位在夜晚接待行业工作的女子，我们就称她为小爱吧。她说，即使现在回想起来，仍会让人背脊发凉。那时我刚离开上一间店，来到现在这间工作了大约3个月，终于开始有了固定的客人，指明我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有些常客特别喜欢聊天，有时会突然说：“哎，小爱，你会不会讲恐怖故事？来讲一个听听嘛。”我倒也不排斥这种话题，反而觉得如果聊得开心，客人多半会留下来久一点。所以每当有人提起这种要求，我总会拿出几个口袋故事来讲。那天我讲的是朋友陈小姐跟我说过的一个恐怖故事。说故事的时候，我最擅长把别人的经历讲得像是自己的亲身体验。那次我也一样这么做了。那天的情景是这样的，时间大约是深夜12点，我刚送走第3位客人，洗完澡整理床铺，正准备迎接下一位，忽然咻咻，空气里飘来一股淡淡的焦味。我愣了一下，因为4年前隔壁大楼曾发生过一场火灾，那时同行的女孩和客人有好几个人没能逃出来。想到那件事，我有点发毛，便拿起电话打去柜台问店长：“店长，外面是不是有火灾啊？好像有烧焦味。”店长却笑着回：“没有啦，别想太多，没事没事。”我只好又回到镜子前，边吹头发边安慰自己。突然，啪噼啪噼，灯光忽明忽暗，接着整个房间陷入黑暗。我吓得全身一僵，只剩下墙角那盏绿色的紧急出口灯微微亮着。就在那昏暗的光线里，我透过镜子看见有个人正站在门口。我本能地想，是不是下一位客人提前进来了？但立刻否定，因为门我明明锁着。我不敢回头，只是僵在原地，右手拿着吹风机，左手握着梳子。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后，我看清了那个人的模样。他穿着和我一样的淡粉色睡衣，头发胶卷短短的，像被火烧过，染得一半焦黑，另一半则挂着诡异的笑。他隔着镜子抬起手，用几乎像呼吸一样的声音说：“好长啊，好漂亮的头发，真好。”他一步一步朝我靠近，指尖似乎想要触碰我的发梢。我尖叫着把吹风机和梳子都丢掉，奋力冲出房间，边跑边喊：“店长，救命啊！”我把事情颤抖着说给店长听，店长却只是笑笑地说：“呵呵，小爱，你最近很受欢迎，可能太累了啦。”我又气又怕，只能拉着他回房间查看。当我们进去时，灯已经恢复正常，房间里一片平静，只是店长皱起眉，低声嘀咕：“好像真的有点焦味呢。”之后我才知道，当时全店只有我的房间停电。那晚我把故事讲完后，客人被吓得直说：“够了够了。”我也得意地笑了笑。但就在我送走他准备整理时，啪啪啪哔，灯光又开始闪烁，接着啪，整间房再度陷入黑暗。我心脏几乎要跳出来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这不就是陈小姐说的那个情节吗？鼻尖传来一丝熟悉的焦味，我整个人僵住，冷汗直流，喃喃道：“我不该讲那故事的。”这时，一个冷冷的贴近耳边的声音低语：“我的故事
谁准你乱讲的？我瞬间崩溃，夺门而出，冲到柜台找店长。店长，房间里有人，他在讲话。店长却连表情都没变，只淡淡的说：“啊，那间啊，没事的，他不会伤人，别怕，没事没事。”那一刻，我全身的血液都凉了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：这哪里叫没事啊？隔天，我立刻递出了辞呈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个跟我讲这个故事的陈小姐，以前其实也在这间店工作，而且她离职的原因正是那场火灾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客人问我：“小爱，今天讲个恐怖故事吧？”我都会笑笑地回答：“哎，没有啦，我不会讲那种故事哦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故事不是被说出来的，那些故事里的人，或许从没离开过。”睡不着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个发生在东京的真实故事，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、最后悔的一段经历。那时候我急需用钱，家里有债，生活费又不够，哪怕知道那是不能碰的工作，我还是答应了。那是一种被称为黑工的诈骗工作。我们的手法是这样的：先用一颗南城盐打电话给老人，假装是福利机构的人，说：“恭喜您中了养老院的免费入住名额。”如果老人说自己不想入住，那男的就顺势说：“那您可以把名额转让给别人哦，会有报酬的。”几天后就换我出场，我假扮律师打电话给对方，用严肃的口气说：“您刚才的行为已经构成名义代语，是犯罪哦，而且这份权利是登记在您名下的，所以请准备300万入会费，否则会有法律问题。我们的任务分工很明确，那男的打前锋，我收尾。等电话骗成后，我就会装成律师，亲自上门收钱。”那天是我第一次上门，我穿上刚买的新西装，照着网络教学打好领带，按照电话里约好的时间搭车去到那位老太太的家。我按下门铃，里头传来一个沙哑却温柔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我推开门，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，就算戴着口罩也闻得清清楚楚。这味道，我心想，这家人肯定有钱。玄关前进的可以照出影子，地板擦得发亮。正前方是长长的走廊，右边是一道往2楼的阶梯。就在我还在观察的时候，一个穿着和服的老太太从楼梯上方探出半张脸，她看起来气质很好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终于来了。”说完，她转身往2楼走。我原本只想在玄关收完钱就走，但楼上传来她的声音：“上来吧，孩子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硬着头皮走上楼。边走边做，心里想，他要是这么好骗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再套点钱出来。2楼的走廊同样前进，一直延伸到最里面，那里有一扇门微微开着，里头隐约透出灯光。我走到门口，敲了敲：“打扰了。”我小声说着，推开门，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人。那不是我刚才见到的老太太，而是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，整个人趴在矮桌上，体肤溃烂，黑绿交错，身体与桌面几乎融成一体。那瞬间，整栋屋子的花香全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刺鼻、酸腐、让人想吐的味道。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逃！我转身狂奔，几乎是滚着冲下走廊，跑到楼梯前，终于忍不住，整个人呕了出来。吐完后，我脚下一滑，踩在自己的呕吐物上，砰的一声，
整个人连滚带摔从楼梯上摔到底。当我躺在地上时，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左手和左脚被扭成诡异的角度，疼得眼前一片黑。我挣扎着掏出手机拨了119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，床边站着几个警察，他们问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栋房子里。我撑着痛楚把事情全都说了，诈骗电话、假扮律师、收钱，全部坦白。其中一位警察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，那栋房子屋主早就过世了，而且没有人住。我们到现场时，屋子里只有你的脚印和一具死了好几天的尸体。我当场全身冰冷。他们后来说，那具尸体就是那位老太太，只是她的死亡时间竟然是在1周前。我后来被以非法入侵住宅起诉，因为是初犯又伤得太重，最终被不起诉释放。那位负责打电话的男人也被抓了，他供出了幕后主使，一整个诈骗集团全被瓦解。但我始终忘不了那天屋子里的花香，还有那声轻柔的“你终于来了”。事后我去查了资料，那名老太太叫田中婆婆，她生前确实住在那栋房子里，但她死于一场孤独火灾，没人发现。我不敢想，那天电话里跟我说话的田中婆婆是不是她？我只知道，那声音、那笑容、那香味，至今仍在梦里出现。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做那种黑工，请记住，电话那头的人未必还活着。